Hello，大家好。今天的影片呢，我们来聊一支台湾的表圈几乎没有什么人提到过的一个年轻品牌。这个品牌叫做 Main，OK，Main Manhattan。这是一个来自瑞典、带着荷兰血统的新锐的独立品牌。那它也不是一个传统大牌，却用着自己的方式走出自己一条路的 micro brand。这只表最大的亮点，无非就是在它的这个 Ultra Thin。这一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Main Manhattan 37 Ultra Thin。那你一开始听你会觉得这是什么时装品牌吗？我一开始听到的时候还以为它是什么纽约的品牌，因为它有一个什么曼哈顿。OK，那后来去做了功课才知道它是新锐的一个瑞典品牌。那背后的设计来自于荷兰，算是一个跨物种、跨文化的结合。那这只表的重点在哪里呢？很明显的，从它的名字 Ultra Thin，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真的很薄。那薄到只有7.1 mm，那戴起来非常的贴手。第二，它是37毫米的方形比例，尺寸虽然不大，可是因为方形有视觉放大的效果，所以可以比你们想象的还要再大一点点。第三，它用的是伊塔的这个7001这颗手上连机芯。那这颗机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它的厚度只有2.5 mm。是专门用来打造超薄表壳的一个很棒的利器。那老实说啦，这只表大概就是1000欧元上下，基本上就是34000、34000到36000块钱台币。那给了你瑞士机芯、蓝宝石镜面、低体式不锈钢链带、生活防水100米，我觉得这个竞争力来讲，真的算是很不错。好吧，那在开始之前，照惯例，欢迎来到烂手人的频道，我是设计师吉米。那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这样你才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内容。如果你在看影片的时候跳出广告，也请帮吉米多看10秒钟。你们无形的一个动作，对我和小编是一个极大的鼓励。吉米在这边代表小编跟大家说一声感谢啦。好，那今天我们就从这个 micro brand 的这个现象开始谈起。然后慢慢带大家认识 Main 这个品牌，那再来拆开这只表本身的亮点跟限制，顺便聊一聊我自己对它的一些观察跟感想。好了，各位，养手表嘛，我们不能每次都是只看这只表漂不漂亮去判断说值不值得买，而背后的时代背景啊、品牌故事，还有它为什么会出现，我觉得这些东西才是一个品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一支 Manhattan 37 Ultra Thin。那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微品牌的案例。大家可能会想问啊，Micro Brand 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小牌子的意思？没错，你如果照英文字面上面来翻译，它确实就是 Micro 就是小的意思 ，Brand 就是品牌，小品牌，没错。那你定义的更清楚一点，就是它是那种规模不大的独立制表品牌。它没有办法像 Rolex、Omega 有庞大的生产线，更不可能像 Seiko 或 Citizen 有上百年的工业基础。反过来说，Micro Brand 更多是一群设计师或者是一个小团队，他们用比较有限的资源去做一只属于自己设计语言的手表。那他们大部分是没有办法自制机芯，因为自制机芯的话，牵扯到的成本是压不下来的，所以他们通常都是会用通用机芯或者是 Sellita， 甚至是 Miyota 这种现成的机芯。那有些人会觉得这样子是不是没有诚意？我觉得其实不是，这是一种很务实的取舍，因为他们真正能卖的东西是设计感跟品牌氛围，而也是一种买设计不是买功能的消费模式。这几年啊，micro brand 特别的火，特别的红，很简单，因为大多数他们走的都是网络直销，省掉了经销商、代理商的层层剥削啊，不要讲层层分润，那所以价格可以变得比较亲民。第二，他们品牌反而能比大品牌更大胆去做设计，不用顾虑到老客户会不会买单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客群本来就是在锁定寻求新鲜感的小众。第三，对很多年轻玩家来说，其实花3万块买一只大家都有的 Seiko，不如花差不多的钱买一只比较特别、不容易撞表的 Micro Brand。我的逻辑会是这样子。那 Main 这个品牌呢，我觉得蛮有趣的，它是一个瑞典品牌，但它背后创办人他有荷兰的背景。那 Main 这个字的本身在荷兰语里面呢，它就是月亮的意思，所以品牌 logo 你会发现带有一些圆弧月亮的一个意象。创办人最早的想法就是要做一个能够结合欧洲设计语言的手表品牌，瑞典的简约，荷兰的理性混合在一起，就变成了 Main 今天的调性。
那品牌大约是在2017年左右开始真正的走入大众视野。那一开始也是从 Kickstarter 这个募资平台起家。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很多 micro brand， 不光是 Main 啊，还有上次我们讲的那个做的像咖啡机的那个品牌。OK，anyway，就是大家找影片就知道，我现在一时找不出来。OK， 因为他们不用在一开始就砸大钱去开模、去囤货，反而是先去用这种募资平台去测试市场的反应，等真的有足够的订单，才把产品推出去产线。小规模、大胆设计，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品牌来讲非常安全的模式。那为什么会叫 Manhattan 呢？其实是因为创办人对于纽约都市建筑感非常的着迷。特别是1970年代那种方正、大胆、现代主义氛围的纽约，所以你会发现 Manhattan 它的系列有很明确的 DNA 来自于八角形的表圈、一体式的链带、运动表的外观，但是它又带有都会的那种正装气质。这完全就是在向 Janda 大师70年代的 Royal Oak、Nautilus 做一个致敬。只是 Main 用自己比较简洁、年轻的方式重新去诠释这个手表。当然啦，你说这样子算不算模仿？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吉米确实觉得它的独特性稍微偏弱，但是它的出发点，如果说它是为了延续1970年代的设计语言的话，我觉得就说得过去。你换个角度讲，它当然不是山寨，它也没有硬去抄皇家橡树或者是鹦鹉螺的设计细节，只是借用那个时代的设计风格当成一个起跑点，再加上自己设计的面盘、自家的比例控制，才变成了今天的 Manhattan 37 Ultra Thin。那再来就是它的整个营销方式也是很符合 micro brand 的套路，它基本上就是官网直销，然后加上少量的国际配送，所以它不会去找经销商或授权店铺，因为那样子会把成本垫高。OK， 那我觉得就是你花1000块，你就是只会买到1000块的手表，你不会今天要花3000块你去买1000块的手表。那缺点当然也很明显，你的售后服务、品质管控，这就得碰一下运气。很多人在我介绍 micro brand 之后，都会问我说：“那吉米，那这个表买了之后维修保养要怎么办？”我常常都说，你可以有一个逻辑，就是我们比如说今天我们去买一只浪琴是10万块好了 ，OK， 那也许 maybe I don't know， 我大概猜它的成本也许是6折，也许是7折，那你是不是多负担了30-40%的 percentage？ 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成本？这是不是就是他们先拿起来的一个维修利润？那所以你之后的保养当然就是回去从这个里面去算。那你今天买了 Manhattan 这种直销模式的微品牌，对，它会有风险，所以你就要去看这个微品牌它到底用的机芯是哪一家的机芯。比如说它用的是 Miyota， 比如说它用的是4235、4236的 Seiko 机芯，那今天你可以很放心的去购买，因为这些机芯即便就算出了问题，你的维修保养也不会到很贵，而且零件永远都有得换。那其实你去想一个重点，就是你已经用了比较少的钱去购买了这一个品牌，可是这个品牌如果今天挂在一个100年大厂的品牌底下，它不可能是以这样3万多块的价格卖给你 ，maybe 7万、10万，很基本的一个钟表的起跳价格。这样大家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常常说，你选 micro brand， 你就不要去思考说啊，我后面维修服务会不会很麻烦？因为我告诉你，所有 micro brand 它在做直销的动作，所有的后续维修都会很麻烦。就是如果今天你们想要走的是保固，你们今天是保固内出现了时间不动了、秒针不动了、日期不跳了，或者是怎么样走停的问题，你都是得寄回原厂去做维修。这样大家懂我意思吗？这是一个你势必要承担的一个风险跟成本。可是好处就是你在前面你用比较低的金额去获得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设计、比较不一样的视觉感受跟整体感。对，那你不用沦落于就是走到哪都在撞表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有舍有得，就不一定是说它一定是绝对的好或绝对的不好。OK，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支设计亮点。很多人在看，就是说，这支很像真达大师，很像小的皇家橡树，或者是很像这个那个 Nautilus 叫做鹦鹉螺。那其实我觉得这样讲是有一点点
太偷懒，因为你们要知道，就是设计这个语言是流动，它就像是建筑或室内设计一样，它不可能完全的脱离时代的影响。我觉得以设计来讲，就是说时下流行什么氛围，大部分的设计师就会因为利润导向那个设计倾向，对吧？比如说我们讲这6-7年来都流行小表径，那是不是所有表厂都跑去做37到39的尺寸？对，没有错，所有人都会向资源低头，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只表很明显的设计 DNA 呢，就是70年代的一体式运动表的氛围，八角形表圈，那一体式的表带，那就是那个年代很经典的真达大师的一个公式，皇家橡树、鹦鹉螺，甚至后来的 IWC 的工程师，大家都知道是在那个年代下的时代背景产生的。那 Main 做了什么？他把时代的骨架拿来，加上自己的细节，让它复古又年轻。OK， 那我觉得面盘是这个表真正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放弃了之前前一代的那种条纹式的日内瓦纹理，它这一次用的是那种垂直效果的纹路，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这个表面它是不平滑的，有点不规则的这种敲击感，凹凸不平。那在这种处理光影移动的时候会比较自然，会比较有手工艺的氛围。那有人说它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Grand Seiko， 有点像？我觉得都可以。我觉得你就把它当成是一种随机的敲击感 ，hammer， 就是用小锤子慢慢去敲出来的。OK， 那我觉得 Main 也很聪明，他把小秒针放在6点钟的位置，然后也特地做成了呼应外框的八角形设计。我觉得这种细节就像是建筑师在做立面设计的时候，会同样的比例关系去呼应窗户跟整体楼板结构的这个比例，就是所谓比例上的和谐。那 Main 在这个外框底下的小秒针，它也用了一样的方式。那指针跟时标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品牌也没有做偷懒，非常厚实的立体金属时标，上面也填了这个 Superluminova 的 C1X1 的夜光。那这个等级的夜光虽然不算很顶啊，但是以这个价位来讲，还算良心的配置。我觉得指针也一样，里面给了夜光条，那你的读时也非常的显示，也非常的方便。那整个链带更是一个设计的重点，就是整体式链带其实不容易做，因为它必须让表壳的第一节跟链带之间有一个曲线的过渡自然，不然你戴起来就会很卡，视觉上也会很卡。那 Main 这次做的是3排链带的一体式设计，它整个设计中间是拉丝处理，侧边是倒角做抛光，做一个很小的一个对比感。那这让整个链带看起来更精致。更难得的事情，它不是用便宜的那个 pin and collar， 就是它不是用那个我们叫凤梨头，而是用螺丝固定。我认为这在1000欧元的价位来讲，这个细节是非常加分的。OK， 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值得一提，就是说整个表的这个氛围感很有都市建筑的感觉。为什么它叫 Manhattan？70 年代的纽约，高楼林立，建筑大量用玻璃跟钢材，方正几何，带有一点冷冽感。那这只表戴在手上，就是把那个年代的都市精神浓缩在小小的表径里面。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总结它的亮点，我会说 Main 它不是一个想要颠覆什么的手表，而是一只延续70年代的设计语言，重新翻译给现代玩家的一只手表。我觉得这种翻译有它自己的细节，比如说 hammer dial 啊，小秒盘的比例，螺丝的链带，夜光的填充，我觉得这一个一个小细节堆积出来，跟所谓的单纯的模仿是有天差地别的。OK， 那当然机芯的部分，它用的是这个17颗轴承宝石21000赫兹，然后42小时，那它是一个超薄机芯，那它就只有这个手上链，它就没有像是自动拖在后面，因为它也有那个厚度的一个事情要去突破嘛。那如果你觉得还要再加日期，那当然这个表就不可能把比例压到这么薄，所以它一定有做一个取舍。那 Main 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厚薄度。那我觉得它的装饰虽然不是到很高级啦，可是从1000欧的角度去看的话，蓝宝石底盖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打磨，我觉得整个诚意已经是真的是算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可以看到有蓝宝石啊，然后整个内部细节，我觉得当然大家这时候会讨论就是手上链跟自动上链，这是表迷之间的一个老话题。手上链缺点很明显，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就要去上链它，不然它就会停手。那优点就是它的厚度可以更薄。那第二，对很多人来说，其实手上链的表它是一种仪式感，每天早上戴表之前花个20秒上链，那种细微齿轮的摩擦声，感觉自己好像就在唤醒一个生命机器一样。我觉得这是很浪漫的事情。那伊塔的7001虽然薄，但它耐用性其实很不错，维修度难度也不会到很高，零件非常充足，不会有什么稀缺性的问题。OK， 那这支机芯反而比很多冷门的品牌要安心，因为伊塔的系统啊，在全球的修表时的资源都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我觉得这支机芯虽然没有什么好惊喜的，但它就是一个务实、薄、稳定、好维修的一个选择，你没有什么装饰，就是很基本的一个美感。那搭配这个价位，我觉得是刚刚好。OK， 那很多人听到这个价位3万多块，哇，你怎么不去买 Seiko？ 我觉得在这个价位带，如果你去看 Seiko 的 Presage、Citizen 的8系列，甚或是 Tissot 的 PRX Powermatic 80，你确实可以买到自动上链有日期甚至80小时的动能选项。但是功能比 Main 更全面，品牌知名度也更高的选择没有错。但是为什么还是会有人选 Main 呢？我觉得答案就是设计2个字。因为日系品牌大多走的是大众化路线，在设计上会比较保守。那你看 Tissot 的 PRX 虽然也是一体式链带的设计，但做工跟细节以量产为优先。Main 虽然是小品牌，但是它居然敢在这个品牌的盘面上面做 Hammer Dial， 那敢在小秒针加上8角造型，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大品牌不会愿意去做的事情。再来就是 Micro Brand 的价值定位就不在二手市场。如果你们真的要省钱保值，那请大家老老实实的去买劳力士、买 PP。那如果你们想要稀有设计，想要跟人家不一样的一个佩戴感受，那 Micro Brand 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而且我可以跟你们讲，Main 的二手市场一定会掉价，任何的 Micro Brand 都会掉价，都可能2折3折才有人要收。所以你买它一定是为了自己戴，跟投资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换个角度想，你花3万多块买一只没有什么人戴的表，跟花3万块钱戴一只路上的大热门的入门款，我自己觉得 Main 在这个手表的市场上 CP 值非常高。那我觉得这一个表很适合就是喜欢设计感的玩家，再来一个就是喜欢手上链仪式的人，第三个就是不在乎二手价值的人，因为这很重要。如果你们真的很在乎价值的话，那 Micro Brand 没有一个品牌适合你们。因为如果你们本来买表就是为了日后要脱手，那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买什么表你们就买什么表，这是最安全的。Even 在 Seiko 或 Citizen 也一样，大家喜欢什么品牌，喜欢什么系列，你们就去选大家最推荐的那个系列去做购买就好。OK， 那这个表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虽然表径是37mm，但是它 lug to lug 只有47.4，所以戴起来啊其实不会到小，基本上它的大小是很刚好的。那小手腕我觉得甚至会让手显得更细，这也不是什么坏事。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方表基本上四平八稳的这种感觉设计是大部分人我觉得都可以驾驭的，而且它的面盘的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活泼，很时尚的感觉，我觉得一点都不会走到非主流那一块去。那我觉得对于不一定大家一定要买 Tank 要买 Santos 要买 Reversal 的方表，那你也许 Main 也是一个方表的一个新选择 I don't know， 你告诉我吧。好吧，那最后来收尾一下 Main 的这个 Manhattan 37 Ultra Thin 呢，我觉得是一个蛮有代表性的 Micro Brand，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跟大家做介绍，就是说它不光是站在70年代一体式运动表的设计语言上，它也加入了自己的特色，小秒盘薄型的这个薄壳，然后 Hammer 的 Dial。那机芯虽然是用 ETA 的，但是它稳定好维修，以它的价位来讲，我觉得很实在。那它的缺点当然也很明显，没有日期，然后品牌知名度低，那未来可能维修上会比较麻烦，就是你没有办法很容易去走到这个保固这个渠道，你可能得走台湾的师傅直接帮你修，会来的比较快一点点。那我自己怎么看呢？我自己觉得这只表是买了不会后悔的手表，前提是你要理清楚你是买它为了设计感，不是为了功能，也不是为了投资，也不是为了品牌。
这是一只买给自己戴的很舒服的表，而不是买了带给别人认的手表。所以今天还有大家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 micro brand 几乎都是走直销、国际配送的模式，所以你不会在任何的钟表店看到它。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它价格就是锁死的，那缺点就是它如果 quality control 有很大的风险的话，你也是要承担。但是换个角度想，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在$1000的原因啊，好吧？以上就是我对这只表的一个这个心得。喜欢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去 Main 的网站看一看。OK， 那它有4种颜色，有 Midnight Blue， 有 Forest Green， 有 Salmon， 有 Ghost Gray， 然后有这个 Tucson Dial， 都很有味道啦。那最后呼吁一下，那看影片看到这边，如果不觉得我碎碎念的话，帮吉米按个赞、订阅、开小铃铛。那如果有广告跳出来，帮吉米多看10秒钟。OK， 那还是一样，不管什么样的手表，总归一句话，贵或便宜，它都不可能留住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就是，每分每秒过去，我们都在创造属于你跟我自己的历史。吉米希望大家玩表要玩得开心，玩得健康，戴手表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并且对于时间呢，我们永远保持着正面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好吗？我是烂手人设计师吉米，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Peace。